大家好，下面说一下我们为什么做这个网课。我们是有计划将鹌鹑茹古法按摩技艺分享给大家，就是做鹌鹑茹按摩手法培训班。本来的课程安排是将基础介绍和实际操作在一起讲。陆续有朋友建议我们在讲手法课之前，将基础部分做成一个网课，这样喜欢的朋友可以反复的听一听，后面做到有针对性学习。所以就将一些基础的手法和规范提前整理出来，做成网课。这样想了解或者准备学习鹌鹑茹按摩技艺的朋友，在主观上有个概念，更方便后面的学习。鹌鹑茹古法腹部按摩传承自五台山寺院高僧，最初其适用范围仅限于五台山周边一带。由于此术一直只限于五台山大小寺院，故一直不彰于世。清朝末年传于五台山南台普济长老。河北高阳县的鹌鹑茹老先生自幼于普济寺跟随普济长老修行，并习得古法腹部按摩后还俗下山。他运用古法腹部按摩在金谷一带行医，因为其手法微妙淳朴，愈病回春，所以在金谷地区久负盛名。鹌鹑茹老先生有几个高徒啊，其中最代表的是袁正道、侯秀章、刘锡珍、王庆传等。鹌鹑茹古法腹部按摩的特点呢，咱们先说优势病种，治疗因脏腑机能失调所致的内科疾病病症，包括脏腑病、疑难杂症等，尤其妇科起效更为显著。还有特色操作是以腹部上中下三丸为主治之穴，以周身穴道为治疗之辅助。手法是注重按法、魔法，操作虽简却演化之繁。因为后面的课程咱会看到啊，腹部呢就是以按法和魔法为主，然后还有就是对气的重视，一气攻气，气吹血行，还有讲线形，重视线形。这个线形呢是现在区别于其他流派的重要的一个标准或者说依据。关于操作线形，在这些大家先有个概念，后面都会展开来讲。咱们的古法按摩对特定人群的特定状态，就是说只要是适用的病种，用这个按摩方法是有奇效的。首先咱们应该认识到咱们按摩疗法的适应范围，尤其是初学人员，知道功能性脏腑病是咱们这个疗法的优势病种，同时也要知道哪些问题不是咱们的优势，比如经伤咱们一般不做，我们要合理的利用这个手法。咱们看一下这个课程大纲啊，鹌鹑茹按摩在全国很多推拿会议上都会有老师出来做报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流派，多数人只是听说。刚才也说了，我们后续就是将鹌鹑茹流派秘而不传的要领心法进行公开，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学好、用好、发扬好。我们的课程目前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基础部分，就是这个公开的网课，主要涉及基础内容介绍，包括一些俗语、通用的叫法等，有些说法不解释很难理解是什么意思。另一部分呢，就是手法实操教学。手法教学必须现场学习，因为有些东西用嘴讲出来和体会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比如只有体验和体会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现行，才明白沾水粘连。这些用语言描述出来和感觉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关于实操教学部分，实操部分是高富全老师做指导，高老师是刘锡珍先生的关门弟子，所以我们的手法是以刘先生的手法为蓝本，没做发挥和添加自己的东西。这个教学其实就是将刘老的手法和操作进行复原，原汁原味的传承。
老师怎么教，我们就怎么向下传。还原原始的教学模式，就是口传心授的这种教学方式啊。同时也是将安纯儒流派秘而不传的要领心法进行公开。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好的传承。我们做培训就是让大家通过正确的方式能快速的入门。这个网课呢，我们是分4个视频的。第一个就是将安纯儒按摩流派的一个历史传承、代表人物、宝贵资料做个简单的介绍。第二部分主要讲学习具备的一些基本储备，或者说具备的条件、手法操作的一些规范、操作部位等等。第3个视频就是讲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啊，比如按摩的感受、现行、5层气体、4种导疗啊，主要就是一些心法要领之类的。第4个视频呢，就是将高福全老师的一个手法演示做成了视频，然后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呢是我个人的一个微信号啊，感兴趣的可以先添加一起交流。我是在郑州，如果离得近呢，也欢迎现场交流。咱们古法按摩啊是有辉煌的过去的，古法按摩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之前按摩呢是有自己的专著《黄帝岐伯按摩十卷》，但是这本书已经看不到了。书虽易而不传，方法却流传了下来，技艺被保留并得到了传承。咱们现在按摩人都会说，如果黄帝按摩十卷保留下来，那按摩也是大学科了，在中医里面的地位会有大大的提升。古法按摩发展的鼎盛应该是隋唐时期，按摩疗法不但得到政府的认可，在脏腑病、急症以及保健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特色。隋唐搁在其医治之中，自有按摩博士、按摩师、按摩生、按摩工若干人，这个体系是很完备的。这个时期呢，按摩疗法得到了政府的认可，按摩教育步入正规，按摩临床和教学人员有了系列的支撑，按摩有了明确的治疗范围。在唐6典中记载啊，按摩博士一人掌教，按摩生依消息导引之法，已出人8级。隋唐能看到内科病症还是主战场。隋唐时期的几部重要的方书中都有关于按摩术的大量记载，为后世各科按摩术的发展积累的经验。宋元时期按摩已经萎缩，按摩因受封建礼教的约束，导致从秦汉直至隋唐时期所呈现生势头的势头呢一度受挫。尤其是公元992年，太医署易名为太医局，从此至今元的史书文献已看不到按摩科的记载。官方按摩教育及医师的改革导致按摩技术的传承发展受限。按摩在明朝前期和中期发展很好，按摩出现了短暂的春天。在太医院设有专科，属于太医院13科之一。明朝初期和中期的按摩疗法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并且以成人病症为主。用现代的知识总结呢，就是涉及了消化、呼吸、泌尿、妇科等。但是好景不长，按摩重要的转折点是明隆庆5年1571年，这就是按摩人常说的隆庆之变。这一年，国家最高医政管理兼医学教育机构太医院的医学分科从13科改为11科，按摩科被取消。同时被取消的还有祝由科，从此按摩、祝由2科就从太医院消失了。咱们看看这个隆庆之变啊，隆庆帝在位的这几年官场是很乱的，那几年官场就是你弹劾我，我弹劾你，首辅就换了好几次。隆庆5年，高拱接任内阁首辅，太医院改革就是高拱当首辅的时候进行的改革，这里面包含了政治斗争的原因，
或者说一些报复的原因，按摩和注油被取消。今天有两种说法，第一个就按照正常来说，改革肯定要做调研，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革呢？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这个提案肯定是经过讨论的，有专人起草的，并不是那么草率的啊。太医院为什么整合掉按摩科呢？咱们看一下，上海中医药大学赵毅教授在按摩科隆庆之变的历史教训及反思中，给出了2点原因。第一个，手法太过刚猛，手法粗暴，意外频发是其撤销的原因之一。就手法太过刚猛，由按摩造成的意外事故时有发生，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这一现象已引起当时医学界的重视，还有手法物质现象给按摩的形象带来极坏的社会影响，还有封建礼教对按摩医学的限制。按摩直接作用人体肌肤是按摩疗法的特点，由于封建思想作祟，这种治疗性接触在明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可以想见，在日益浓厚的封建气氛中，以人体接触为特点的按摩疗法最终被取消，已成为必然。第二个呢，就是政治因素。李强教授有一篇论文啊，是明代隆庆5年废止太医院按摩科的原因叹息。就是嘉靖年间，道士混居于太医院，并成为御医和院士，使得嘉靖帝好道求仙。不问朝政20余年，隆庆年间废止按摩科的原因，首先与隆庆帝和内阁首辅高拱实施的吏治改革有关。他们在吏治改革的背景下，对道士们的宫内的大本营太医院注油科和按摩科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有一部电视剧啊，大家有看过的应该有印象，就是大明王朝1566。在这里面就是隆庆帝嘉靖帝呢，就是什么喜欢问仙求道，所以说大臣对这是颇有怨言的。从隆庆之变之后呢，按摩的称呼发生了变化，按摩的称呼逐渐消失，推拿的叫法变成了主流。明代后期和清代的手法治疗范围从过去各科通治慢慢萎缩，局限于正骨和小儿推拿。因为唯有正骨手法才是合法的，受到政策的指引，按摩医生逐渐转变战场。直到今天，经商和小儿推拿仍然是按摩的主战场。这一事件使原本正规官方的按摩医术被撤销，按摩由此进入低谷时期，古法按摩发展逐渐萎缩。庆幸的是，古法按摩并没有消失，因其独特的疗效，按摩技艺仍在传播和发展，但是已经有一门学科沦落为一项技术。原本以内科疾病为优势病种的按摩疗法，形成了重伤科轻内科的局面。其实我们一直没有变啊，因为安纯如流派按摩适用范围没有变。虽然有很多学者或者医生已经将安纯如按摩疗法扩展至特色疑难病症的就是经商问题，就是一些特色的经商问题上，但其本质仍然是脏腑问题引起的。古法按摩的优势病种依然是功能性的内科、妇科问题。还有咱们手法未变，手法主要是以按和摩为主，辅以揉运，但揉运并不是每次都要用啊。操作重点未变，不同于今天常见的推拿，我们仍然是以腹部为主，以周身穴道为辅助。咱们的思维未变，对比一下今天咱们见到的按摩或者推拿，多数从业者口头都有一句话叫做以指代针。这句话说明了今天按摩或者推拿是借鉴了针灸的思维，
根据针灸治病取穴的思路来确定按摩穴位。古法按摩思维就是通过调整整体气血来解决脏腑的问题。实际上，古法按摩与当下说的脏腑推拿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个图呢，就是目前安纯流流派的一个主要传承发展脉络。这几个分支呢，现在仍然在使用和传扬这个古老的技艺。这里做个简单说明，后面有很多传人没写，是因为这个图最右侧这些老师体现的是当前这个分支比较权威的老师，就是现在你还能去拜访或跟师的。如果说你要学习，能找到这些老师去学习，你学出来的东西不会是错的。所以暂时也就截止到这位老师，后面传人都没体现出来。这里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个关键信息，就是正宗的手法跟谁学不会出错的问题。现在有些老师的年龄都比较大了，比如刘文松老师、刘文忠老师、刘文成老师、刘文正老师，还有高福全老师，这些都年过古稀了。下面我们就讲一些代表人物。这个流派我们讲3个代表人物，这三位老师呢，分别是安纯如先生，第2个是袁正道，第3个刘锡登。因为这和我个人学习经历有关啊。咱们先看安先生。河北省高阳县的安纯如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中医按摩大师，也是腹部按摩术的卓越传承者。幼年时随舅父出家到山西五台山普济寺修行，期间跟随南台普济寺普济长老学习中国传统的按摩医术，掌握了腹部按摩这一独特的医疗技术。后来遵其师父教诲还俗下山，成为一名悬壶济世的中医郎中，行医数十年，救治民众无一数计。他活动的轨迹呢，主要是京津冀。建国初期退休回河北高阳老家，因为他安先生呢是横跨清朝、民国、新中国3个时期。由于时间比较久远，其实关于安先生的生平以及一些按摩医案呢，都很难去复原当时的情况。关于安先生，咱们从徒弟的口述或者书里边找到一些记载。主要有几本书都有关于安先生的记载啊。一本是《正道居士按导医效录》，这我简单就转化了我们现在的语言，就是说安先生呢在天津、北京、保定这一带行医，袁正道在北京避难期间生病了，就通过觉先的引荐认识了安纯如，然后就是安先生通过按摩术治疗好了袁正道的疾病，袁正道就拜了安先生为师，学习3年。这里提到了一本啊，就是说安先生传了他《按导经》8卷。再看刘锡登先生的《按摩经》中关于安先生记载，就是幼年从河北高阳县安纯如老师学习按摩术，虽多年不离左右。刘锡登是16岁就认识了安先生，后面就跟着安先生先是学习了7年，然后呢又是在40年以后呢又跟着安先生。胡秀章医生呢在腹部按摩学简编中有一段话记载是，胡秀章医师系于1929年受约于河北高阳7代四川按摩专家安纯如先生学习腹部按摩术。这里边有个信息是什么，就是20世纪3、40年代安先生在北京、天津行医，并且开班授徒。这个时候他你看收了很多徒弟。就是一边行医一边带徒。安先生幼年出家，随舅父在五台山普济寺出家。我找到一张现在南台普济寺的照片啊，这就可能就是安先生学习和生活的地方。安先生为什么出家不好考证，有几种可能吧。
在某些地方呢，就是认为是还愿，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信奉佛教的，比如有些人体弱多病，父母就会把他送到寺院。在很多人观念内认为，寺庙的和尚呢就不在红尘中，阎王爷不索命，这仅仅是一些某些地方的说法。第二呢，就是为生活所迫，就小时候可能就家里穷，眼看就是饿死了，没有办法，那就送到寺院。还有呢，就是为了学习，在寺庙里面是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最常见的就是少林寺的武僧，有很多绝技是不外传的，只有出家成为真正的弟子才能学习，或者还有一些其他咱们想不到的原因啊。在寺庙的生活呢，应该是很辛苦的。看到古代的寺庙都应该都有自己的产业，比如这些土地，这些都要有人来打理，肯定要种庄稼、种菜，有这样日常的活动，同时还要做功课，诵经礼佛、打坐参禅。安先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跟着普济长老学习古法按摩术。安先生学习应该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同时他拥有什么？肯定是有天赋、有悟性，还有热爱。咱们也可以模拟一下当时的教学场景啊，肯定师傅手把手的教，师傅一边做一边说，他是一边看一边学，一边体会。体会什么？体会老师的力道、按摩的位置、身上的感觉，比如交心是不是还有热感啊？是不是有酸麻？这样的教学场景肯定是经常出现。老师肯定也是让安先生给自己按，就在这样反反复复的学习和实践中啊，安先生学成了，掌握了腹部按摩的绝技。应该之后有一天，老师说你下山吧，做一个医生治病救人，同时要传承技艺。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叫一直听说的，叫为往生继绝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次离别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清朝末年工业还不是那么发达，从五台山下来之后再回来已经是不容易。如果老师有其他宝贵的东西，应该会给安先生带的，比如钱、秘籍之类的。临行前，师傅把他叫到跟前，亲手收拾他的包裹，一边收拾一边说：“这是盘缠路上带的用，孩子，这本书你带上，这是咱们的秘籍。如果这样的话，才有了后来袁正道的按摩经。”话说安先生办完手续，还书肯定是要办手续的。带着手续，安先生从山上下来，去哪了？那就是回家。这呢，我找了一个那个安先生的，河北高阳的，那时候属于哪？属于直隶，直隶大致等同于今天的河北和那个天津、北京这些地方的总和，就是包括了河北、北京、天津。这就是为什么安先生的行医归基呢是天津、保定、北京，同时这些地方呢是发达的地方。在当时的条件下呢，古法按摩的主要对象就是上层人士、达官贵人、社会名流。这些群体呢比较娇贵，就是吃药怕苦，扎针怕疼，就按摩呢非常合适。就当安先生迈开下山的这一步开始，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自此就形成了一个传承100年的流派。在下山的路上，安先生心里肯定是五味杂陈啊，包含了对过去生活的一个告别，还有就是对未来的憧憬或者忧虑，还有对师父的思念，对亲人的牵挂等等。安先生行医呢，这个是1934年大公报刊登的一个鹌鹑乳的一个广告，就是治疗什么呢？失忆、虚劳、失眠、糖尿、中风难复诸症，以及药物不治之症，可以说就是吃药扎针无效的、许愿不灵的都可以治。受限于历史条件，
安先生很多疑案都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挖掘，没记录成书，很多都是口头流传。比如有老一辈的就说见过安先生治病，说安先生治疗一个霍乱病人，上吐下泻，生命垂危。安先生双手放在患者腹部轻轻按摩，没有多长时间，患者就立马痊愈。其实安先生还有2个比较经典的案例，就是安先生给他2个徒弟治病，一个就是给袁正道治病，一个是给刘锡珍治病。这2个徒弟都是患了很严重的疾病，经过安先生治疗之后很快痊愈，最后都成了安先生的高徒。可以看出安先生的医术高明，同时也说明一件事就是人和人什么时候相遇，以什么方式相遇，其实是很奇妙的，也可能就是一切皆有定法。我们来看一下第2个代表人物袁正道。袁正道呢，就是家境优越，他那个袁正道履历比较清晰，稍微搜集一下就可以把他一个重要的人生轨迹能转折能找到。他的人生应该用传奇来说吧，少年得志，参加辛亥革命首义，还有法政大学教授，对军法通纪、燕京学艺按摩术成名沪上等等，这些都是他的标签。袁正道家境优越，湖北房县，他早年呢入房县高等小学堂，后就读于允阳师范学校，后来参加辛亥革命首义。民国初年呢，袁正道以官费考入湖北法政法专门学院攻读法律，学成后呢留校执教，后因结识董必武、施洋等革命先辈，与施洋同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就施洋后来牺牲了，袁正道受董必武所托，护送施洋妻女去北京，因受军法通缉，转经上海遁迹北平。袁正道在上海、在北京期间呢，属于避难，他的哥哥袁正伦在北京一起保护他。这个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出店，他们就在哪里做呢？就在寺庙里躲着，躲避肯定要找信得过的人投靠或者庇护，就找到他在湖北的一个老乡薛仙。有一天呢，就是袁老呢生了病，又不能去医院，怎么办呢？就薛仙给他找了一位按摩医生。这个医生首先肯定是熟人，同时呢医术高明，还可以上门。另外，按摩不需要携带额外的工具或药品，还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就经安春荣按摩治好了袁正道的病痛。安春荣和袁正道他俩医疗还比较投机，又有第3人撮合，袁正道就拜安春荣为师，就跟着安先生学习古法腹部按摩3年，最后得到了古按导秘籍8卷。袁正道开始行医呢，也在北京、天津。1927年的时候去了上海，就开业于上海发租界。在1929年呢，开行了什么正道居士按导医效录。这张照片呢就是袁正道，然后右边呢是他哥哥袁东武，然后这张报纸呢就是在申报打的广告，在头版大幅广告，也看到当时就是袁氏按导发展的也是很好的，证明就挣了很多钱，包括有很多感谢信感谢的那个广告都有，在申报上都常见。在上海期间呢，治疗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正道居士按导医效录也记载就记载了很多的疑案。经典的就是陈三立治小便秘塞。陈三立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他儿子就是陈寅恪先生大家都应该熟悉。陈三立就是小便不通，有下尿管，刚开始用橡胶管，后来用铜管，都解决不了问题，经过按摩之后就好了。
这里边是详细的呢，大家可以翻翻这本书。第3个代表人物就是刘锡登刘老。刘老呢，就是按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啊，刘老起点并不高，很普通。他13岁从河北老家逃出来当学徒，在天津孙记杂货铺打工，也是出苦力干活，身体瘦小，还经常得病。刘老学问并不大，本来刘老和古法腹部按摩呢并没有交集，但是很奇妙啊。16岁的时候，刘老大病一场，得了伤寒，生命垂危，病得很重，就奄奄一息。很巧，就是遇到一位老人，从这里经过，老人就是用双手在刘老腹部按摩缩小时，最后就救了刘老一命。这个老人呢，就是安纯如。安先生妙手回春，刘老才得以重生。安先生给刘老看病，通过按摩给治疗好了，这是刘老第一次感觉到按摩的神奇。刘老就为之着迷，执意要拜其为师学习技术。经过安先生的考察呢，刘老最终如愿，成就了一段师徒缘分。刘老拜在安先生门下学习腹部按摩，然后在36年的时候呢，刘老和安老一起拍了一张照片，保留了下来。1937年，刘老就独立行医。又在40年以后呢，在天津呢，刘老又跟着安纯荣先生，就同吃同住同诊所，一直到安老回家。后来刘老去了天津小白老卫生院，然后就最后去了民园卫生院。就80年代在北京呢，作为医疗组进京为元帅治病，后来成了多位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这里可以说啊，就是刘老跟着安老时间是最长的，尤其是在40年以后啊，那个时候安老就接近80岁了，在天津这个地方，就是刘老就跟着师傅一起出诊，相当于给安先生养老。老人身边那个离不了的人嘛，就一直同吃同住。然后就是解放后啊，就是刘老就是再去天津小白的卫生院，这个医院也比较有特色呀，就当时吸收了很多有名气的中医医生，就是天津市卫生局主办的一所区级医院。它是当时呢，在社会上许多有专项中医医术的才能的医生才能去这个医院。刘老在小白的卫生医院期间呢，由于腹部按摩的独特手法和疗效，吸引了众多的患者前来问诊，享有很高声誉。就上世纪60、70年代啊，刘老在天津做古法腹部按摩，就是为天津当地的很多领导人做治疗。就1962年的时候，天津日报还曾经刊登过介绍刘老中医腹部按摩的专访的文章。这张照片呢，就是民国25年，刘老与安老合影留存下来。就这样呢，安先生的照片呢才得以流传。这也是我们能看到唯一的一张安老的照片，这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啊。刘老就是第一呢是刻苦勤奋，第二是就为人忠厚德孝，深受安先生的喜爱和青睐，最终也是得到了安先生的真传啊，是真正掌握这门医术的重要传承者之一。这张呢就是刘老晚年的一张照片啊，然后左边的呢就是也是在打工包上有患者，就是什么感谢的一个，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个相当于广告。刘老在60多年的医疗实践中呢，不断对安氏腹部按摩术加以深入的研析和揣摩，努力掌握精髓，逐步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刘老同时呢，他还是医武双修，就为了提升腹部按摩的治疗功效，刘老还拜著名武术大师中国八极拳的掌门人黄岐山老先生学习武术气功，练就了一定的武术功底。就刘老哈在天津呢，还会与武林同道中人切磋，可以说这种武术功底也是很深厚的。因为古法按摩讲究的是医气攻气，真正掌握气功导疗呢，不是太容易。通过医武双修，具备一个良好的体魄，更重要的是手上有内功，就疗效大大提升。刘老在80年代呢，就是作为刘伯承元帅就是医疗组进京成员之一，然后就通过古法腹部按摩为首长去治病，就是当时是第一把，就是为首长治病的时候，第一把是按了50分钟。这个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功底的话，就很难坚持。为元帅治好病之后呢，就成了元帅的保健医生。然后在北京期间呢，与多位国家领导人做古法腹部按摩治疗。左边这一张就是为国家领导人就是做治疗的一个照片啊。刚才咱们也讲了，咱们的实操部分呢，就是高富全老师为做指导。这张照片就是高老师年轻的时候和刘老在一起，高老呢就是刘老的关门弟子。说一下咱们的那个资料啊，这一派是有资料的，就有一手资料，包括袁正道的《中国按摩讲话》这本书是有出版啊，收录在按摩学总论这本书，就是袁峰老师把它给出版了，感兴趣的可以去找啊。还有就是刘锡珍刘老写的《按摩经》，在1955年写了一本小册子，这本书呢没有正式出版，但是就是在内部使用。还有一些资料就是胡秀章写的1960年腹部按摩学简编，这是有正式出版的。还有一本呢，就是王红星老师所谓的，就是鹌鹑乳口述，胡锡鹏整理的按摩法，这个一直说出版到现在还没出版啊，不过应该也快了，只要是准备出版，那就有机会读到。这几本书的文字都不太多，非常精简，就是非常精简，干货满满。不过有一点啊，就是你没有体会过，或者没有老师带过，很多东西你是读不透彻的。如果说你感受过了，真正的什么叫古法腹部按摩，你再去读这几本书，相信收获都是很大的。好，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视频，主要是介绍了一个本派的发展过程和一个代表人物，还有一些历史吧，还有最主要的还有一些给大家提供一个线索，一些资料。好，第一个视频就到这了。